一对情侣洞穴潜水，突然，位于前方的男友搅动了水底的泥沙，周围能见度瞬间为0。后方的女友见此情况不妙，立马原路返回，而男友像一只无头苍蝇，疯狂地四处游动，试图寻找出口，结果却卡在一个岩缝里，生死未知。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堂泉洞潜事件。天堂泉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卡拉附近，有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水潭叫天堂泉。1996年9月22日，一个普通的周末，3位年轻人的到来即将打破这里的宁静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正值青春年华的情侣，杰克和丽莎，以及杰克的姐姐伊莎贝尔。他们并非潜水新手，3人都拥有开放水域的潜水认证，这意味着他们在没有遮蔽物的开阔水域中具备了相当的经验和技巧。这一天，他们原本的计划听起来简单而惬意。杰克和丽莎进入洞穴进行潜水探险，而身体稍有不适的伊莎贝尔则留在岸上，作为他们的水面支援。他们的目标明确，下潜到水下30米深处，到达警示牌的位置，然后就立刻返航。整个过程预计耗时不超过40分钟。然而，他们出发时却遗漏了一件最重要的引导绳。面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安全措施，经验丰富的杰克却显得有些不屑一顾。他认为，仅仅下潜30米，在一个已知的洞穴里铺设引导绳，简直是小题大做。他并不知道，正是这个决定，亲手斩断了他和女友最后的生路。上午10点整，杰克和丽莎穿戴好装备，在与伊莎贝尔简单告别后，一前一后跃入了泉水中。穿过入口，他们便进入了天堂泉最负盛名的区域——大教堂，也被称为大厅。这是一个极其宽敞的洞穴空间。杰克和丽莎玩得非常开心，他们的警惕性在不知不觉中被麻痹，一种洞穴潜水也不过如此的错觉开始在心底滋生。穿过大教堂，从18米深度开始，他们进入了被称为烟囱的第3区域。这里的环境骤然改变，宽敞的洞厅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以45度角急剧向下延伸的狭窄通道。他们继续下潜，在狭窄的通道中穿行，很快手电的光束照射到了一块白色的牌子，他们抵达了原定计划的终点，水下30米深处的警示牌。这块警示牌是天堂泉管理方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。此时，丽莎的氧气消耗和心理状态都已接近预定计划的折返点，她向杰克做出了返回的手势。然而在肾上腺素和过度自信的驱使下，杰克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，他无视了警示牌，也无视了既定计划，更无视了女友的示意，决定继续向下探索。丽莎犹豫了，她能感觉到环境的变化和潜在的危险，但看着男友背影，在情侣关系的微妙影响下，她最终还是压下了内心的不安，选择跟了上去。时间来到上午10点20分，当他们越过30米的界限，进入第4个区域时，灾难的倒计时便已悄然开启。这里是一条近乎垂直的狭窄竖井，与上面坚硬的石灰岩洞壁不同，竖井的底部和四周沉积着厚达数米的史前淤泥，这些淤泥极其细密，如同粉末一般。杰克游在前面，作为开路者，他的视野暂时还是清晰的，但他每一次大幅度的踢动都会将淤泥瞬间搅动起来。跟在后面的丽莎最先感受到了这致命的变化，她眼前的景象开始迅速模糊，起初只是几缕浑浊的烟雾，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浓稠的泥沙。她手中的强光手电光束已经无法穿透这片黑暗，她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拼命晃动手电，试图引起前方杰克的回应，但杰克头也不回，依旧在向下探索。她与男友彻底失去了联系，如果再往前，自己也会迷失。在极度的恐惧中，丽莎做出了最正确也最痛苦的决定，立刻掉头原路返回。而此时的杰克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，因为游在最前面，他享受着最后一段清晰的视野。他继续下潜了10几米，最终来到了水下约45米处的一个小空间，这里似乎是竖井的尽头，已经没有了继续前进的道路。探索欲得到满足后，杰克准备转身返回，然而当他转过身的那一刻，他当场呆住了。他所面对的是能见度为0的局面，更让他心胆俱裂的是，女友丽莎不见了。恐慌如潮水般将他淹没，他开始疯狂地呼喊，他像一只无头苍蝇，在狭小的空间里疯狂地四处游动，试图寻找出口。然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加剧了水的浑浊程度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他气瓶里的空气在急促的呼吸中飞速消耗，杰克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终于，他的手在洞壁上摸索时，似乎触到了一个洞口，求生的本能让他来不及思考，他以为那就是出去的路，于是拼命地往里钻，但那根本不是出口，而是一条更窄的无法通行的岩石裂缝。因为用力过猛，他的身体和潜水装备被死死地卡在了裂缝之中，进退两难，他陷入了彻底的绝望。我们把视角切换回丽莎，在她决定返回后，凭借着对刚刚游过的狭窄通道的肌肉记忆以及向上游的本能，她在黑暗中摸索着，奇迹般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。当她终于从那条致命的竖井中游出，回到30米深的烟囱区域时，空间豁然开朗，水中的淤泥也开始沉降，能见度逐渐恢复，
丽莎不敢有丝毫停留，她拼尽全力向着洞口的光亮游去。她心中还存有一丝幻想，或许杰克从另一条路出去了。上午10点35分，丽莎冲出水面，呼吸到了久违的新鲜空气。她对岸上焦急等待的伊莎贝尔喊道：“下面太浑浊了，我和杰克走散了。”两人决定在岸上等待，他们抱着一线希望，希望下一秒就能看到杰克平安浮出水面。然而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水面始终平静如初。10点50分，距离他们入水已经过去了50分钟，远远超出了原定的计划。丽莎内心的不安达到了顶点，她意识到最坏的情况可能已经发生，他们立刻决定报警求助。与此同时，水下45米被困在岩缝中的杰克，他意识到带着装备是无法脱困的，于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，他成功的从装备中挣脱出来，但潜水装备本身却依然被牢牢地卡在岩缝里。此时周围的能见度或许恢复了一些，杰克抓起身边还能摸到的呼吸调节器放到嘴里，用尽肺部所有力量，用力吸了一口气。他飞速上升，穿过了烟囱，进入了大教堂。洞口的光线已经依稀可见，希望仿佛就在眼前。在水下约13米的位置，杰克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剧痛袭来，他瞬间失去了意识，陷入昏迷。他最终在离洞口仅有数米之遥的地方丢掉了自己的性命。中午12点左右，专业的救援潜水队赶现场，他们迅速穿好装备，潜入水中进行搜寻。很快，就在大教堂区域13米深处，他们发现了杰克的遗体，他身上没有任何潜水装备，就像一具空壳。救援人员继续下潜，最终在45米深处的那条狭窄岩缝里找到了被卡住的潜水装备。他们取回了杰克的潜水电脑，通过读取里面的数据，调查人员完整地还原了杰克生命最后时刻的轨迹。结合法医的尸检报告，杰克的死因被最终确认，由不当的快速憋气上升导致的严重肺部气压伤，引发大规模动脉气体栓塞，最终导致其在水中休克昏迷并溺亡。